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脂两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脂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0.18， 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 0.35， 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脂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脂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 25.2， 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脂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。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18.1， 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柳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，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，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。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作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红茶荔枝酒的检测合格，我装了100瓶，马上要送人了，所以我想摆个好看的全家福留念。没想到剩99瓶了，大家想知道这99瓶都送给谁了吗？第一部分是最早搜集的表格里填写仔细认真，平时又爱喝果酒的朋友。第二部分是评论区的高人们，如此才华横溢，怎能不奉上美酒一杯？第三部分是评论和私信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朋友们。第四部分是对酒有一定研究的朋友，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是我的包装过程，各位看一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欢迎指出。Nice。首先，我将冲洗好的瓶子放入锅内煮5分钟后，再进行一次紫外线灭菌。拿出来后又倒入了一些酒，盖上盖子涮一下，最后控干水分。装瓶目前我没有分装设备，每瓶都装到目测大概瓶颈的位置，然后盖盖即可。为了防止盖子在运输中掉落，我会加一个塑封帽。由于起订量不够，无法专门定制，所以我买了红酒用的，剪掉一半，剩下的刚好合适，然后塑封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热塑封专用的吹风机，普通吹头发用的可不行哦。为了得到大家的反馈，每一瓶我都贴了一个二维码，方便收到酒的朋友在品尝时占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帮我填写一下反馈建议。贴签完成后，有时候会有一点残胶，所以我都用厨房用纸清洁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四季如春家的厨房专用纸巾，8块9买了2卷，吸水性强，干净又方便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，或点击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超值好物了。还有更多爆款好物，低至9.9元，日常多逛一逛就能省下一大笔超值的。为了防止玻璃瓶在运输中破损，我每次都装入气泡柱。气泡柱邮寄来的时候是扁的，需要打气才能达到效果。以前我都是用打气筒来打气，这次突然想到抽滤机的这个抽气的装置，一头是吸气，那另一头就是出气了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做一个加长管，直接升级成电动充气，太方便了。以前打完所有的气泡柱要踩1天的打气筒，现在1小时搞定。最后气泡柱装箱，两边封口，大功告成。99位朋友们，等着接酒吧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。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桥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3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，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
大家知道酱香酒为什么贵吗？最近发现中国白酒在酿造上是最难的。白酒原料主要就是高粱，通过不同的酒曲和发酵环境，就能酿造出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单凭这一点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为何酱香酒最贵呢？一个最底层的原因是发酵时间长，清香酒一般1个月，浓香酒一般2个月，酱香酒则需要1年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12987工艺。1年制作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7次取的酒，每次的风格不同，就像人生的7个阶段，而最终汇聚到一起，也就造就了酱香口感的层次丰富，这自然为它可以卖得贵又增加了原因。前几天看到一款包装风格特殊的酒，像一本书，简洁规整的设计给我一种透露着文化自信的感觉，不自觉想起书一卷酒一壶的洒脱，颇有风雅高古之士的风范。颜色微黄透亮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满满的经典酱香感，产自有美酒和美誉的赤水河上游，所以更加纯柔宜人。后口还有一丝对年轻人非常友好的清甜感，传说中空杯留香，也就是纯柔酱香的典型风格特征。这瓶摘要酒的设计是一大亮点，酒桌上绝对惊艳，价格也合理。想品尝典型酱酒风格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款摘要酒。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酒在外国人眼里多牛吗？马可波罗横跨欧亚，历经20余年，自然也饮酒无数，唯独对我们当时用各种香料和药材配制的草本酒赞不绝口。还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鲁布卢奇，也是直接用我们的酒跟法国最好的葡萄酒对等评测。而我们古代的酒很多都会融入草本植物，最出名的是华佗创制的屠苏酒，还成为了家家户户大年初一饮用的习俗，既有滋补，又有传说中辟邪的功效。草本入酒，在将草本自身味道融入到酒中的同时，还为酒赋予了养生的效果。在古代，除了屠苏酒这样的草本酒，还有很多种类的养生酒，一般为王公贵族饮用。而清朝烈酒逐渐流行以后，传统的养生酒就越来越少了。而到如今，依然有那么一款酒，在传承养生智慧的基础上，利用创新草本科技，打造高品质的保健酒，就是我手上的这瓶劲酒。具体怎么养生，咱们喝完再说。酒体是澄澈的琥珀色，非常漂亮。入口是草本的清爽，回味有些醇和清甜，整体口感饱满顺滑。现在正值冬季，万物必藏，是饮用养生酒的最好时机，尤其是搭配牛羊肉或涮火锅的时候，既好喝又解油腻，一举两得。这瓶劲酒将多种草本精华融入到酒中，像枸杞、淮山药等，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优质草本。喝下去可以感受到草本精华让身体均匀的微微发热，特别舒服。平时适量饮用，可以在微醺中温和的养生。我想马可波罗和鲁布卢奇如果能穿越到现在，依然会赞不绝口。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，我们都知道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，那喝劲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劲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，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，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劲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劲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劲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说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劲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